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妹妹和妹夫拎着满载的婴儿用品推门而入，一下子把老公挤到了一旁。姐，宝宝跟你姓吧，你的姓比姐夫的好听多了。雅梦总是对我老公有些不满，说话也总是不那么客气。秦海低头仔细看着宝宝，不经意间说：“这孩子怎么是单眼皮？你和姐夫不都是双眼皮吗？”这句话让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公急忙催促他们离开，孩子还小，这些都还看不出来呢。妹妹也凑近看了看宝宝的长相，疑惑道：“这宝宝长得既不像姐姐，也不像姐夫，瞎说什么呢？你说话也太没遮拦了。”老公突然提高音量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我小声提醒他：“爸妈都在这儿呢，你别太激动。”我爸妈的脸色已经有些不悦。耿志依靠我们家的背景，上个月才晋升为分公司的总经理，现在就开始摆架子，似乎还早了点。再说错话的是妹夫，他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赶紧替他圆场，大致就是高兴的有点过头了，大家别介意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爸妈自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没再追究，否则他少不了挨一顿批评。家里人一走，耿志就开始抱怨我妹妹说话没分寸，别乱讲话。我严厉地看了他一眼，耿志知道我的底线，我最护短，特别是跟妹妹关系最好，谁都可以批评，就是不能说我家人的不是。所以他立刻换了话题，说他妈妈和妹妹要来城里了。我逗宝宝的手一下子停在了半空。耿志看出了我的不悦，这已经是耿志第二次擅作主张了。当初他与我父母达成了3项约定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农村的家人不得干扰我们的生活。起初他并不同意，但为了能与我在一起，他最终选择了妥协。对此，我既感激又愧疚。我曾与家里抗争，甚至大闹过，但我父母坚持这样做是为了我的未来。没有人比我母亲更懂得后患无穷的道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家的穷亲戚没少来寻求帮助，让我母亲烦不胜烦。我对待耿志的家人并不刻薄，反而是他们有些不可理喻。我们家出资为他们盖了新房，耿志也成了村里最富有的人，他母亲对我也很满意。然而他的弟弟妹妹却开始捣乱，他们第一次来我家时，不仅态度冷淡，还戏弄我，害得我差点掉进池塘里。特别是他弟弟，因为耿志选择入赘我家而对我心怀不满，但实际上提出入赘的是耿志自己。他说他希望为我父母养老，我爸妈自然很高兴，毕竟我能留在他们身边尽孝是再好不过的事。耿志在很多方面都对我百依百顺，但他有时会自作聪明。有一次，他偷偷把他弟弟带到我们的新房里，当我出差回来，看到床上的身影，还以为是耿志，却吓了一跳，没想到是他弟弟耿勇。他还与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甚至威胁要让耿志和我离婚。最后大家不欢而散。从那以后，我坚决不同意耿志再把农村的亲戚朋友带到家里来，宁愿花钱让他们住酒店，也不想与他们同住一屋檐下。这次生孩子时，耿志多次提议让他母亲来照顾我坐月子，但我一直没有表态。他拉着我的胳膊撒娇说：“老婆，我妈年纪大了，你就看在她想看孙子和儿子的份上，让她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吧。”我冷冷地问他：“你弟弟会不会一起来？”耿志有些心虚地转过头去，我就知道他弟弟肯定会跟来。
于是我立刻表示了反对，我不需要妈伺候月子，你让他们都住外头，孙子可以看，但是其他的别想。我态度之所以这么坚决，就是因为他弟弟这些年老是伸手要钱，劣迹斑斑，我可不能让他这种人接触我的孩子，带坏了怎么办？耿志健说服不了我，他只好作罢。我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，如果你家里人想来月子中心看孩子，这我同意。他兴奋地抱住我，差点扯到我的刀口，还亲了我一口。老婆你真好。没想到他当晚就领着一大家人来了，我正在吸母乳，衣服敞开了一半，好几个不认识的大妈就随着我婆婆挤了进来，差点把奶水下回去。你们是谁？我婆婆周桂霞咧着一嘴黄牙，冲着月嫂怀里的儿子走过去。乖孙，奶奶来了。我大声呵止她。妈，您还没洗手呢。她风尘仆仆而来，听到我这么说，脸上的笑容僵住。婆婆满不高兴地去洗手，我趁机叫月嫂先把孩子抱走。耿志这才领着他小妹跟大包小包的行李走进来。他小妹看着憔悴了很多，才不过20出头的小姑娘，怎么像个中年妇女？耿志看我抿着嘴不说话，就知道我不高兴了。他赶忙让这些不知名的7大姑8大姨都先出去，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下来。婆婆从洗手间出来，看来孙子被抱走，马上跟耿志用方言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。我虽然听不懂这几句话，但听他的语气，应该是在抱怨我嫌弃他。耿志看了我好几眼，他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把婆婆逗得眉开眼笑。婆婆这才消气。耿志让月嫂把孩子抱回来，婆婆笑盈盈地接过孙子，身旁的小姑子耿巧却突然哭了起来。我不明所以，询问她怎么了。我不问还好，一问她哭得更大声了。耿志将她拉出去，说不要打扰我休息。可我总觉得很可疑，他们一定有事瞒着我。婆婆逗着孩子，突然问我取名字没有，我张口就答取了，我爸取的，叫沈明朗。一听姓沈，婆婆明显黑了脸，但也不好说什么，因为这是我们早就约定好的。耿志把小姑子从外面领了回来，耿巧跟我说了一声对不起，打扰我休息了。我赶忙说没关系，她解释自己失恋了，所以有些没绷住情绪，我很理解。像她这个年纪的小姑娘，明显是无忧无虑的，能有什么天大的事？我又问起跟婆婆一起进城的亲戚们怎么安顿，婆婆说他们就是顺路来看看，不用住月子中心来的。我赶忙借坡下驴，没事。不行，让大志给他们也开几间房间，费用我出，让他们也跟您冤刀则琢切掏居验真比个伴。婆婆听出我的意思，我也不想让他们跟我住在一起，那怎么行？我跟巧儿是来照顾你的。看样子婆婆是不想走了。我看向老公，没想到老公也不吱声，这种时候就会装死，坏人都要我来当。这里套房太贵了，不如你们回家里住。我咬咬牙，毕竟如果月子里都跟他们待在一起，按照我婆婆那个指手画脚的习惯，受苦的还是我。婆婆竟然同意了，不过就让巧儿留下来照顾雅洁吧。我看了看小姑子，她这个人还算勤快，可惜没什么主见，听风就是雨。不过她在，比我婆婆在好多了。我退了一步，同意了下来。只是夜里发生了一件事，我迷迷糊糊的睁眼，竟然看到小姑子抱着儿子，一点点扒开了自己的衣服，她在给儿子喂奶。这一幕让我深受震撼，赶忙把孩子抢回来。孩子哭闹起来，耿巧慌了，一个劲的掉眼泪。我让他打电话把耿志叫来，不然今天这件事没完。耿志带着他妈很快赶来，看到在一旁哭泣的耿巧，
还以为是我欺负了她。老婆，我妹妹年纪小不懂事，做错事我跟你道歉，但是你也不用把她骂哭吧。我气得手都在发抖，这件事实在难以启齿，叫人笑话。你自己问她吧，我都没脸说。耿志扭头看向耿巧，耿巧直接给我跪下了，这我可受不起，让耿志把她拉起来。婆婆不乐意了，她拉起耿巧，别那么没出息，你嫂子她是个大度的，总不能一直揪着你不放。在这点我呢，我把儿子放在摇篮里，指着耿巧，把他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他们母子。耿志尴尬极了，自己未出嫁的妹妹居然给自己的儿子喂奶，他无话可说。倒是我婆婆竟然开始怪我，那肯定是你没有给孩子喂饱，她夜里饿得直哭。孩子小姑也是好心，哄着孩子不就只能这样吗？倒打一耙，我睡前明明给儿子喂了奶，况且我嘱咐过他，冰箱里有我准备好的母乳，再不济还有奶粉，他怎么能自己喂？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。我指着耿巧，让他走，我不想看到他。耿巧扯住我的裤脚求我，嫂子，我错了，你别赶我走。看着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我心里有一丝不忍，但想起刚才的画面，还是觉得应。耿志，把你妹妹拉走。耿志见我真生了气，急忙把她拖出去，她还没出门口就晕了过去。我慌了，耿志跟婆婆赶忙把她送到医院。半个小时后，耿志打电话回来告诉我，只是水土不服，她这个妹妹从小胆子不惊吓，3言2语就足以让她压力大到晕厥。我听出她在怪我，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，因为我一看到她，我就想起这个诡异的画面。既然身体不好，就回老家去养着，这个钱我来出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耿志不好再留耿巧，耿巧也同意回老家。他唯一的要求是亲自来跟我告别。我看见他瘦弱的脸庞，心里一软，他自知理亏，也不敢多说，只说了一句：嫂子，我走了。我嗯了一声，于心不忍。耿巧说，可不可以再让他抱一下孩子？我本来不愿意，怕他再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但是婆婆说抱一抱不妨事，就把孩子交给他。耿巧接过孩子，竟然哭了。我真不知道她这股子莫名其妙忧郁的情绪从何而来，难不成她也怀过孩子？但我又觉得她一个小姑娘，怎么可能生完孩子这么快就恢复了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妹妹雅梦来看我，看到房间里的耿巧跟婆婆，还以为是保姆跟月嫂，她没见过他们。我们婚礼他们也没来，耿志特意说不用请他农村的家里人，免得哪个亲戚都要上来蹭东西。当时我还觉得耿志做得太过，耿志说这是他妈的主意，毕竟入赘说出去也难听。妹妹自然而然地把东西交给婆婆，婆婆脸黑大半。我赶忙介绍，雅梦，这是我婆婆，那个是我小姑子。婆婆听到这是我妹妹，立刻变了一个人，特别热情。你是雅洁的妹妹，结婚了吗？有男朋友了吗？她热络地拉过雅梦，雅梦感觉很别扭，避开了她的触碰。我结婚了，刚结1个月。婆婆一脸失望，看来是想给我妹妹做媒。耿志说车来了，让耿巧赶紧下去。耿巧依依不舍地贴了贴儿子的脸蛋。雅梦把孩子接过来，不过很奇怪，离了耿巧的儿子哭闹不止。耿巧像是有话要说，婆婆把她拉了出去。雅梦哄着儿子，姐，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妹妹。妹妹听说了这件，也觉得荒谬，这家人真太奇怪了。姐，你太好说话了，我存了个心眼，打算好好观察一下他们。妹妹一走，房间里就剩我跟儿子。我逗着儿子的小脸，儿子冲我笑，
我感叹血脉的力量真伟大。耿志回来了，我让他也抱抱儿子，他脸上的表情格外古怪，似乎有些不情愿。怎么了？我一问他，他又说没什么。他突然坐到我的身旁，提起我父母之前许诺的房子。我想起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不过我爸妈说的是要把房子写在孩子的名字。耿志憋了半天，终于说了心里话，能不能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？这听起来不像他的主意。我正色道：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妈的主意？他不说话了。此时婆婆从外面走进来，我直接当着她的面挑明，听大志说，你想让我爸妈把给小朗买的那套房子加上他的名字？婆婆瞄了一眼耿志，耿志把头低下去。是，我想的是写孩子的跟写孩子爸爸的有什么区别？他倒是理直气壮。我让耿志自己问爸妈去，他们同意，我无话可说，他们两个自然不敢去问。别说我爸妈不同意，我妹妹就得第一个跳出来不同意。我原以为这件事就此作罢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想了个恶毒的办法来逼我就范。出月子，我婆婆还没回老家的打算。我抱着孩子回到别墅，一开门就听见巨大的音响声，沙发上还摆着几个啤酒瓶。保姆出去买菜了，还没回来。不过我一猜就知道这是他弟弟的杰作。老公，耿志提着大包小包进门，他弟弟耿永闻声从楼上下来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径直掠过我，走向他哥。哥，你给我点钱花花。没钱了。耿志连忙给他使眼色。你嫂子在呢？一会说。我咳嗽两声，耿永依旧无视我。婆婆都看不下去了，让她叫人。嫂子，你坐月子胖了不少啊。耿永脸上笑嘻嘻的，他突然盯住我怀里的孩子，走了过来。我下意识后退一步。他语出惊人，这孩子长得不像我哥呀。嫂子，你跟别人生的吧？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可不像玩笑。我气到抱着孩子就上楼。耿志劝我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让耿志赶他走，他又像个缩头乌龟不说话。我赌气不下楼吃饭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叫我。他们三个人其乐融融的在底下吃着饭。我抱着孩子想去小区里散散心。围坐在健身器材附近的几个抱孩子的保姆正聊着天，我也凑过去听。他们聊起有家人女主人给男主人戴了绿帽子，生了个儿子，完全不像男方，越听越不对劲。我问了一嘴，是哪家人呀？不就6G1吗？我脸色大变，因为我们家就是601，一派胡言。我的声音吓到儿子，他哭闹起来。我以为是这群保姆嚼舌根，保姆却说这是那家人自己传出来的，有鼻子有眼。我一下把怀疑对象锁定到耿永身上，他一向跟我不对付，肯定是他喝多了跑到小区里胡言乱语。我怒气冲冲地回到家，看见耿永跟婆婆正在窃窃私语。我上去就跟他对峙。耿永，是不是你跟小区里的人说我给你哥戴绿帽子？耿永笑了，他不屑道：造谣你，我吃饱了没事干嘛？婆婆也帮他说话。雅洁，永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肯定是误会了。我误会了？他一进门就阴阳怪气我怎么会误会？我越想越气，让他们统统都离开我家。耿志跟保姆从厨房出来，看到我们吵得不可开交，连忙劝架。耿永是个脾气大的，直接推操我差点被他推倒，儿子也哇哇大哭起来。婆婆过来拉他，我把儿子放在沙发上，冲过去跟他理论，两个人拉扯起来。婆婆不小心被我的手肘撞到了地上，看到他妈摔倒，耿永赶忙去扶。我心里虽然有愧疚，但这件事明摆着是他弟惹出来的。耿志走过来，
我以为他要帮我教训耿勇，没想到他竟然对我说：“沈雅洁，你太过分了，跟我妈道歉。”我顿感委屈，我抱着孩子差点摔在地上。他不骂那个始作俑者，在这里欺负我，我不道歉。耿志瞪大双眼，抬手打了我一巴掌。我当下感觉耳鸣，头晕眼花。他的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耿志居然敢打我！你凭什么打我？耿志不说话。我抱着孩子回了娘家。我爸妈看到我这个狼狈的样子，惊讶不已。听说是耿志对我动的手，更不敢相信。我当机立断，决定离婚。我爸妈劝我再想想，毕竟孩子还小。我真受够了，他今天敢打我，明天他就敢杀了我。我妈劝我冷静，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变化的。她让我好好查查耿志是不是出轨了，就算要离婚，我们也不能理亏。我沉下心来，确实觉得耿志怪怪的，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以后，他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弯。我今天在小区听见有人传小朗不是耿志的儿子，说我给耿志戴了绿帽子，我猜肯定是他弟弟干的。我妈提议我这件事来家里的保姆去打听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回娘家的消息，我妹妹也知道了，她火急火燎地跑回来看我，一看到我脸上未消的红肿，她就要去跟耿志一家人理论，要我说：“姐，你就不应该走，房子是你的，你应该让他们滚。”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事已至此，我只想弄清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。突然妹妹把我叫到一旁，我问你件事，你老实告诉我。雅梦很少这么神秘兮兮的，我让她有话直说。她趴在我耳边问我：“姐，这小朗确实是耿志的儿子吧？”我惊愕不已，怎么连他也问出这种话？当然了，我除了你姐夫没有别的男人。虽然耿志不是我的初恋，但是我的确没有跟别人发生过什么。雅梦舒了一口气，她告诉我，有人在大学同学聚会上传你给姐夫戴绿帽子，是秦海告诉我的，我都被整乱了。小区里有流言蜚语，可能是耿勇传的。同学聚会又是谁在舌根？现在你们大学同学都在笑话耿志，当然也……妹妹欲言又止，我让她继续说，也在骂你水性杨花。我握紧了拳头，不能让这件事继续下去了。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污我。妹夫秦海帮我找到了大学同学里最喜欢说闲话的那一个，我把他约了出来。那个人一看到我就跑，我赶忙抓住他。刘军，你为什么要造我的谣？刘军解释，我没有。雅洁，你别污蔑好人啊！他看到我就跑，还说没有。我问他到底说不说，不说我就把这件事捅到他老板那边。我跟成辉的总经理可很熟，我的威胁奏效。刘军支支吾吾半天，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真相，居然是耿志亲口对他说的。不可能，耿志是我的丈夫，他四处造谣我给他戴绿帽子，对他的名声又有什么好处？刘军把聊天记录拿出来，我才彻底心如死灰。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耿志在背地里骂我是个贱人。原来枕边人捅刀是这种感觉，我错信了他。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我拿着包就冲到公司，准备找到耿志算账。耿志正在开会，我闯入会议室，见我来，他脸上有些惊诧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打了他一巴掌，他还想开口，我又打了他一巴掌。耿志宣布会议暂停，他让所有人都先出去，把门给我关上。我大叫道：“关什么门？就开着，让大家都看看你的嘴脸。”耿志拉着我低声下气道：“老婆，你别闹，这里是公司，给我点面子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，提高音量道：“不是你四处说我给你戴绿帽子吗？现在又要脸了？”耿志哽住，
他明显没想到我把他的遮羞布直接撕烂。老婆，这件事我们回家说。他默认了这件事，我瞎了眼，竟然没有看出来他如此狼心狗肺。耿志突然大声：“那你在跟我恋爱之前，你还跟别人交往过？我有疑虑，无可厚非，不知悔改。”我跟他无话可说，他认定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那就让证据说话。我通知他，明天去做亲子鉴定，结果出来，孩子是你的，我们离婚。不是你的，我承担一切后果。我爸妈也听说了这件事，一个劲地骂耿志是个狼心狗肺的王八蛋。别墅的保姆张姐也回来告诉我，小区里的传言就是我婆婆周泽霞的杰作。这对母子存的什么心思，在你面前装成好人，背地里居然这么错。我爸妈支持我离婚，并且我爸全力开始调查耿志。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才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，那么我们家绝对要他身败名裂。我准时抱着孩子来到医院，耿志迟迟未到，雅梦给他打电话，打到他办公室才接。你不来，我就直接离婚。他还是来了，这次还带着他妈跟他弟一起来的。他妈见到我就下跪，我可承受不住，让人把他扶起来。雅洁呀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昏了头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也是看医院里的护士说孩子长得不太像大志，这才口不择言的。他甚至哭出眼泪来，可我却没有因此心软。我把孩子交给雅梦，走过去质问他，你的意思是你为了一些无端的猜测就信口雌黄，污蔑我的清白？你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安得什么心呢？婆婆傻眼，她没想到我油盐不进，如此强硬。耿勇嚷嚷起来，你还有理了？一会亲子鉴定出来，你可别求我哥原谅你。我冷笑，你放心，如果孩子不是你哥的，我净身出户，但如果孩子是你哥的，你们都得给我滚。耿志也愣了，他没有想到我这么坚决。婆婆听到我要净身出户，她变了一副嘴脸，推耿志过去。大志，那你去做吧。耿志看了一眼我，然后走过去采样。原来他一直都没有相信过我。儿子在我怀里大哭，我为他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可悲。鉴定结果最快也要几天，但我知道这个鉴定一做，我跟他彻底结束了。我回到家，我爸递给我几张照片，他让我做好心理建设再看。我打开，原来是耿志推着一辆婴儿车在超市里。照片上的他神色慌张，旁边还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。我顿时揉烂了照片，他一直在贼喊捉贼，出轨的人是他。他还把脏水子，怎么可能不是我老公亲生的？耿志一家人松一口气，特别是我婆婆，她扬眉吐气了，走到我面前大骂：贱人！他还想打我。耿志拦住了他，他的眼神变得让我陌生。沈雅洁，按照约定你净身出户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要求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耿志却不乐意了，他一脸悲痛地看着我。雅洁，你非要再一次撕开我的伤疤吗？他这样说好像都是我的错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或许孩子抱错了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耿勇落井下石，怎么你想出尔反尔啊？不想给钱？我朗声道，我也要跟儿子做一次鉴定。听到我这么说，耿志有些慌了，他先声夺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怀疑孩子可能抱错了，所以都做一次以防万一。耿志突然拦下我，沈雅洁，你确定要这样吗？如果你现在跟我道歉，我可以原谅你。他这副大发慈悲、高高在上的神情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当然不会同意，我要做亲子鉴定。我拿着报告去找医院，医院声称他们绝不可能出错。那天生产的孕妇只有您一个，沈女士。
我们怎么可能弄错呢？我一头雾水，那儿子怎么可能不是耿志的？亲子鉴定的医院是不会出错的。我爸妈也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们也很纳闷。雅梦提出把他的样本再送去检测一次，我同意了。我必须搞清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。鉴定报告出来的前一天，耿志突然打电话给我：“老婆，我想你了。”电话里的他深情告白。我一想到他背着我出轨还造谣我根本不可能原谅他。我挂断了他的电话，走到儿童房，看到熟睡的儿子。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会不是我们的？这天我抱着孩子在小区里晒太阳，好几个家长夸我儿子可爱。我正逗着他，看到暗处蹲着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我让张姐把孩子带回家，悄悄绕到后面，一拉那个人露出真容。耿巧，怎么是你？耿巧一看到我就跪下，一个劲地跟我道歉。我想他是来当他哥的说客的，并没有理睬。你走吧，我不会原谅他们。他含着眼泪摇头，不是的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其实那个孩子是我的儿子。我怔住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耿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我。嫂子，我妈做主把我们2个的孩子互换了。我这才知道，不是只有耿志出轨这么简单，他们一家人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耿巧哽咽道：“我妈想让我哥的长子跟我哥姓，但他又贪图你们家的荣华富贵，所以就让我把我生的儿子跟你互换。我不同意，我妈就说要把孩子丢了。他是前后脚跟我一起怀的孩子，男方不负责任抛弃了他。未婚先孕说出去太难听，周桂霞就让女儿藏在山里，孩子一生下来，他就动了跟我换孩子的心思。这样孩子既可以养在奶奶身边，还可以随了他的姓，等他长大了再让他认祖归宗。”我震惊到说不出来话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耿巧求我把孩子还给他，我现在感觉他们一家人都是在骗我，我不能相信他的话。此时我电话响了，鉴定报告出来了，儿子确实也不是我亲生的，看来他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。我把他带回了我家，盘问他：“你哥知道你来我这里吗？”耿巧说他是偷跑出来的，我让他安心住下，等我找到孩子就把孩子还给他。他跪下给我磕头：“谢谢你，嫂子，我一定帮你找到孩子。”耿巧说想看看孩子，我说可以，但是如果敢动歪心思，我不会放过他。他点头，我让人带他去。我拿起那几张我爸给我的照片，我这才明白婴儿车里的极有可能是我的亲生儿子。爸，你给我安排，我想见见那个孩子。我爸很诧异，还以为我要去找小三的麻烦。女儿别冲动，现在上门打草惊蛇，可我等不了了，我要确定那个孩子的身份。我爸把地址给我，我去到那个小区，特意确认好耿家人都不在的时间段，我直接敲门。出来开门的女人一脸戒备地看着我：“你找谁？”我闯了进去，女人惊慌失措地大喊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我是耿志的老婆，来接我儿子。”女人不信，她说要打电话给耿志。我让保镖按住了她，别动，否则警察来了都救不了你。她哭着求饶，说自己只是个打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问她孩子在哪，她说在房间里午睡。我走进去，脚步都不敢加重，一个可爱的婴孩在摇篮里熟睡。我一看到他，我就确认他是我的儿子。我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此时的我恨极了耿志。我问保姆：“耿志多久来一次？”最近没来过了。老太太倒是上个月经常来，这个月只开了一次，还让我别出门。我给了他一笔钱，一会孩子我要带走，他们给你打电话，就说孩子一切安好。保姆收了钱，签了协议，
保证帮我守口如瓶，我还要你帮我演出戏。我把孩子抱回来的时候，我爸妈正在含饯弄孙，看到我推着婴儿车进来，还以为我买了一辆新车。直到我把儿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，他们惊讶地问道：“这孩子哪来的？”我让保姆把躲在楼上的耿巧叫下来。耿巧战战兢兢地走下来，看到我爸妈怀里的孩子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下落。叔叔阿姨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他把真相告诉了我爸妈。我爸怒不可遏，指着耿巧都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你们全家都是黑心肝的，泼脏水给我女儿还不够，居然想出头偷龙转凤的事情。”耿巧不敢吭声，他有错在先，只能乖乖挨骂。此时，妹妹跟妹夫走了进来。妹夫秦海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：大姐，耿志他联合外人把我们集团的商业机密泄露出去了。有的人要作死，真是拦不住。秦海这次来就是想问问我跟爸妈的意见，毕竟他还是我儿子的父亲。不，从现在开始他再也不是了。耿志看事情败露，求我见他。我把亲子鉴定甩到他面前，那孩子不是你的儿子，也不是我的儿子。他承认是自己鬼迷心窍，听了他妈的撺掇，也是他妈说可以通过孩子拿捏我，给我泼脏水，就只是为了让我在房本上给他加名字。只是他没想到玩脱了，这个谎言越来越大，我觉得可笑。你把责任推给你妈，是不是有点可笑？你妈逼着你造谣，给我泼脏水了吗？你妈是通着你出卖公司了吗？别什么都推给别人，你自己犯的错自己承担吧。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，我让他签字，耿志不同意，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跪着求我原谅。老婆，我们还有孩子啊，你不能不考虑孩子吧？他现在还有脸跟我提孩子？当初他拿孩子的身份重伤我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孩子。我抽回被他握着的手，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耿志突然站了起来，不再掩饰他自己的丑恶嘴脸。他威胁我：“你要是还想见到孩子，你就救我这一次。原来有些人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不如打电话去问问孩子，到底还在不在那个小区。”耿志恍然大悟，我早就发现他把孩子调包的事情了。此时警察来了，他还在挣扎，可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制裁。我手机突然响了，是耿巧的电话，他告诉我孩子不见了。我回到家，看到保姆抱着儿子，耿巧垂着头不说话。我走过去问他：“孩子，这不在家吗？”他扑通给我跪下：“是我的儿子被二哥带走了，他们说要100万才肯放他回来。”原来耿勇听说我把孩子接回来以后，就同机而动，准备抢回孩子。耿巧跟保姆前后抱孩子去晒太阳，他偷了个其中的一个婴儿车里的孩子，那个孩子就是他的儿子。嫂子，求你救救孩子吧，这个孩子我也养了大半个月，喂过奶，对他也有感情，我当然不会坐视不理，而且我能找回孩子。耿巧功不可没，巧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救出孩子。耿勇要求我一个人带着钱去见他，不然他就把孩子撕票。我拿着准备好的100万现金去到指定地点。耿勇看到我出现，他让我把钱丢过去。孩子呢？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，孩子在里面熟睡。我让他把孩子抱过来。耿勇一脸警惕：“不行，你必须先给钱。”我把钱丢给他，他查看过后却反悔了：“你一定派了警察蹲我吧？等我安全了，我自然会把孩子给你。”他正要拿着孩子跟前逃跑，从他身后扑出来一个身影。那个人出乎我意料的，竟然是我的婆婆周桂霞。她疯狂地抓住耿勇，口中不停地喊着：“孙子呢？我的孙子！”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疯狂。
耿勇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，只能用力推开他，带着那笔不义之财仓皇逃跑。我迅速冲上前去，紧紧抱住孩子，确认他安然无恙后，心中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耿勇并没有跑远，很快就被警方抓获。而周桂霞因为这次的刺激过大，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2个儿子都因违法行为被拘捕。我想，这或许就是他一直以来所期望的荣华富贵所带来的报应。当我把孩子安全地抱回给耿巧时，他泣不成声，跪在地上连连磕头，感激涕零地说：“孩子会一辈子记住我的大恩大德。”我扶起他，告诉他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毕竟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。耿巧紧紧地抱着孩子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他说：“以后一定会让孩子孝顺我，感谢我对他们的帮助。”我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问他以后的打算。我想回老家，那里还有地可以种。耿巧的声音虽然微弱，但充满了决心。我看着他瘦弱的背影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。我递给他一笔钱，希望他能在老家做点小生意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告诉他，以后有困难随时回来找我。这件事情终于告一段落。我爸妈建议我带着孩子换个环境生活，远离这些是非纷扰。我欣然同意。我相信，即使没有父亲，孩子依然会拥有一个充满爱的家。至于耿家兄弟，他们犯下的错误需要用一辈子去赎罪，而我和孩子将开始新的生活旅程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资助了7年的女孩怀孕了，孩子是我老公的。他说：“姐姐，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吧，我和哥哥是真心相爱的。”老公说：“我也不想这样，但你总不能让我绝后吧？”婆婆说：“儿媳妇你放心，谁都不能取代你的位置。孩子生下来后就记到你名下，你无痛当妈，多好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直接将离婚协议书扔在他脸上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钱，你们还能蹦跶多久？我和老公陈诚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当初看上他，除了勤劳朴实、热心善良的品质外，最主要的就是那身皮囊。为此，我不顾众人的反对，一毕业就要嫁给他，无所谓彩礼，没有3金。那些东西我通通都不在乎，因为我不缺房子、车子，我也都有。陈诚只需要拎包入住即可。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说我有钱又漂亮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要实在恨嫁了，大不了把还在海外留学的发小沈然找回来，直接娶了我算了，好歹也是知根知底的，不用嫁个穷小子。我连忙止住了闺蜜，可千万别，姓沈的高中一毕业就润出国，人家在外面学习高尖精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过男人嘛，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反正有钱没钱都会变坏，那还不如找个长得好又能被自己捏在手里的，至少看起来顺眼，能提供情绪价值，还不用担心他会翻出什么风浪。穷又怎么了？正好可以死心塌地围着我转，不像某些没良心的，一说出国就几年都不回来了。为此，大学一毕业，我就将陈诚塞进了我爸的公司，让他从一个小员工做起。他吃我的，住我的，连工作都是我家提供的。我就不信这样一个男人还能生出2心来。婚后陈诚也确实一切以我为中心，我们度过了一段比较幸福的日子，而我也很快就怀上了小宝宝。正憧憬着未来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我生产的时候大出血，孩子没保住，子宫也差点被切除。医生说我能捡回1条命就已经是万幸了。
估计以后也难再有孕。陈诚当时就黑了脸，却没敢说什么。为了给那死去的孩儿积福，我兴起了在网上资助女学生的念头。可是收到的求助信上百封，却不知如何从中挑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正好我跟陈诚回他乡下老家去祭祖，听闻同村有一个叫周小米的女孩，她家有3个孩子，她又是大姐，可是贫穷的家庭却根本没能力供3个孩子读书，所以初中刚毕业的她准备牺牲自己，出去打工，供弟弟妹妹们上学。陈诚转头就对我说：“黎黎，你不是说在网上很难分辨贫困生的真假吗？眼下就有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，不如咱们就资助了他吧。”就这样，从高1开始，我资助了周小米7年。眼看着这7年里，周小米一路读完了高中，考上了我们市的大学，直到去年大学毕业。对于他的进步，我很欣慰。陈诚对这个同村出来的孩子也是照顾有加。自周小米高中开始，他就以资助人的身份一直督促他的学习。在他考上大学后，他还亲自开车送他去报到，并且在此后的4年里，也对他像亲妹妹一样呵护备至。他说，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考出来不容易，又是一个村的，能帮就帮。对此，我也深以为然，以为陈诚真是个责任心满满的好男人。直到我收到了闺蜜发来的照片，看到照片时，我第一反应是周小米生了什么病，第二反应才是为什么她和陈诚看起来那么亲密。还是经过闺蜜指点，我才注意到照片的背景墙上是某某私立妇产医院的字样。这时我试探着打出2个字，那边很快发来一段语音：我陪朋友去做产检，正好碰到你家陈诚，还带着个女的，你赶紧查一查吧，别等孩子都生下来了，自己还蒙在鼓里。我思索再三，拨出了一个电话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份详细的产检报告发到了我邮箱里。我忍下火气，看完了邮件。好得很呐，陈诚，周小米怀孕都22周了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她的，都照顾到床上去了。我找到业内口碑最好的侦探社，直接告诉对方钱不是问题，3天内我要知道陈诚和周小米之间所有的秘密。3天后，不愧是收了我50万的侦探社，只用了3天时间，就将那对狗男女之间见不得光的事儿查了个七七八八，包括陈诚什么时候在哪个小区给他买的房，2人最爱去的餐厅，最爱点的菜是什么，陈诚常买的避孕套是什么牌子等等，统统囊括在了面前这份17页的文档里，就差没写2人最常用的姿势是什么了。看完文档，我打了个电话给闺蜜洛洛，有空没？我请你看戏。什么戏？痛打渣男的戏。半小时后，金科华府。我瞅了一眼跟在闺蜜身后的那群肌肉男，扯了他一把：我叫你来看戏，你怎么还带个质子团？何洛摩拳擦掌，一副兴奋的神情。你不是说要打渣男吗？光我们2个女的怎么够？刚好我在健身房，就把认识的一群弟弟叫来了，都是大学生，便宜好用，指哪儿打哪儿，一会儿你都不用自己动手，多好！我抽了抽嘴角，得，来就来了吧，多几个帮手也是好的。我按照文档里提供的地址，直接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进电梯，上了5楼。金科华府是一个中档小区，房价在我们海市不算贵，但也不便宜，大概2万多1平米吧。这还是2年前的价格。2年前，周小米大4还未毕业，陈诚就花300来万买下了这里一个140多平米的单元。
与他筑起了爱巢，结婚近10年。本来他赚多少我都是有数的，却没料到他偷摸着攒下了这么一大笔钱。他到底瞒了我多少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站在502门前，按响了门铃。谁呀？门内一个有些粗重的妇女声音传来，我惊得张大了嘴巴。那是我婆婆，没想到她居然也在。我用口型对何洛说了3个字：我婆婆。她点点头，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，随后上前捏起了嗓子：您好，我是送快递的。门从里面拉开了一道缝，待看清外面站着的人时，里面的人第一反应就是去关门，可眼疾手快的质子弟弟们哪能让他如愿？强有力的胳膊直接一按再一推，门就大大开了。妈，你又买了什么？年轻女人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姐姐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直直走了进来，往沙发上一靠。听说你怀孕了，来看看你呗。对了，我刚才没听错吧？你叫我婆婆吗？年轻女人就是周小米，早已吓白了脸，却仍强装镇定。哦，你说张姨呀，我认了她当干妈，自然该叫她妈了，是吧？妈，这后一句妈是向着我婆婆说的。婆婆刚反应过来，一个劲的点头。对，我认了小米当干女儿，她这不是怀孕了不方便吗？我就过来照顾她，合着你们俩把我当傻子呢？既然这样，好妹妹，你的手机借我一用呗。也不等她回答，我就直接拿起周小米留在茶几上的手机，输入陈诚的电话号码，只响了3声就接通了。我打开免提：喂宝宝，有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想我了？我看了一眼婆婆和周小米，两人都一脸惶恐地看着我。婆婆紧紧地捂住嘴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周小米却是忍不住喊了出来：哥，是姐姐，姐姐来了。什么姐姐？电话里陈诚的声音听起来一片迷糊。他当然想不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藏娇的金屋里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用无比温柔的声音说：老公，是我呀。江里，你怎么在呢？声音猛地变得清醒，其中有怒有惊，还有几分惧。乖，你来了就知道了呀。陈诚来得很快，从公司到这里正常开车只需要20来分钟，他却只用了15分钟就到了。我看着他满头的大汗和浸湿的衬衫，微微一笑。小米说她认了婆婆做干妈，你们陈家什么时候认的干女儿？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？好歹我也是你老婆，当得起她一声嫂子吧？还有，妹妹都怀孕了，妹夫是谁呀？人在哪？叫出来给我认识一下呗。陈诚疑惑地看了看周小米，又看了看他妈，估计也在想上哪儿给我弄一个妹夫出来。周小米咬着嘴角站在他身后，看陈诚半天没反应，接着就做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。他几步上前，扑通一下跪倒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：姐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孩子是哥哥的，但我和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求你让我把他生下来吧。说罢又转身抱住陈诚的腿：哥哥，你快求求姐姐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可这是你的第一个孩子，他是无辜的呀。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孩子这句话刺激到了陈诚的神经，他大喊一声够了，然后一弯腰就抓住了周小米的胳膊，想要将她扶起来。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求她？我揉了揉耳朵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转头看着何洛，他也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陈诚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和这个女人没做错什么，那难道是我们家江离的错吗？对，就是她的错。陈诚一手扶着周小米，一手指着我。我跟她结婚10年了呀，同学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，可是你看我，一个孩子都没有。
江离，我也不想的，可你总不能让我绝后吧？我怒极反笑，你的意思，我生不出孩子了，所以你就在外面找一个能给你生孩子的。陈诚，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我知道我穷。陈诚憋红了脸，我也知道你父母一直都看不起我，全世界都在背后笑话我是江家的上门女婿，可那又怎样？难道就因为你生不出，你们就要剥夺我想要当一个父亲的权利吗？你，何洛指着陈诚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。我也是没想到，睡在身边10年，表现得对自己千依百顺的男人，原来私底下竟然是这么的不要脸。果然还是应了那句话，男人只有挂在墙上才会老实。场面突然安静了下来。刚刚一直缩在旁边的婆婆鼓起勇气上前几步，媳妇，其实你要想开一点，这是一件好事啊。你生不了孩子，小米呢，又是我们一个村子看着长大的，知根知底。你放心，谁都不能取代你的位置。孩子生下来后就记到你名下，你无痛当妈，多好。饶是我来之前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，也是没想到有人能无耻到这种地步。我是不是还要跟他周小米说一声谢谢呢？我心里这么想着，嘴里也就这么说了出来。平白无故的个孩子多不好，那咱们得给小米一些补偿吧？你看是给钱还是给？我故意将尾音拖得老长，注意着他的表情。在听到钱时，周小米的眼睛瞬间放大了好几倍，可他很聪明，两只手撒娇似的抓着陈诚的胳膊。哥哥，不要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爱的是你的人，我不要钱。这话一出来，不仅是我，就连闺蜜和质子团都一致露出了鄙夷的神情，却没想到这下算是把陈诚激怒了。钱，你就知道钱？你们江家除了会用钱砸人，还会干什么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能买到一切吗？你有本事给我变个孩子出来啊！别以为江家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。我也是一个男人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啪啪啪，何洛鼓起了掌。陈诚啊，陈诚，我真是错看你了。我以前呢，就觉得你是一个长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看的小白脸，没想到你还是个软饭硬吃的高手啊！嫌江家钱臭，那你别花呀，怪别人不给你面子。我请问你凭什么？哦，就凭你当初拎杆入住的那根杆。何洛，你别以为我不敢打女人。陈诚气得捏起了拳头。我及时打断了两人的对话，在众人注视下打开包，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扔在他脸上。签字吧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江家的臭钱，你们还能蹦跶多久？陈诚捡起那份协议书，翻了几页，越看脸越黑。最后他猛地合上。江离，我不同意，我眼睛都不带抬一下的。不同意？你有资格吗？他松开了周小米挽着的手，激动地上前，指着协议书上的财产分配条款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我全都不同意。江家那么有钱，怎么可能我一分都分不到，还要倒贴你600万？离婚协议上写的600万，我是有根据的。9年前，在我还怀孕的时候，陈诚就撺掇着我买下了一套学区房，说是得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早买早好。房子是我俩的名字，可后来生产时出了意外，孩子也没能保住。那房子我见一次伤心一次，就索性再也不管了。陈诚顺势就将他父母从乡下接了过来，安排了进去。现在那房子市值800万，再加上这套金科华府的房子，链加上同小区同房型的，现在要卖400万，两两相加，取平均值正好是600万。所以我要这600万，可一点没占他便宜。
我看着陈诚的眼睛，戏谑道：“江家那2个臭钱，你不是看不上吗？再说了，那是我爸妈的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爸妈就你一个女儿，不给你给谁？公司的股份，家里的别墅，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还有投资的股票和基金等等。我跟你结婚10年了，这些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怎么着我也有一半吧？”陈诚激动的胸口起伏个不停。我抬手理了理耳边的碎发。陈诚，你知道你身上这件衬衫多少钱吗？你衣柜里那些定做的西服又是多少钱？还有这些年你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哪一样是便宜货？你真的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吗？别墅和大平层都是我的婚前财产。当初你除了自己一身衣服以外，什么都没带进来，你还好意思跟我分房子？股票和基金那都是帮我妈投资的，我自己可不玩。然后我又将600万的来历简单说明了一下。最后我看着婆婆，所以要是没说错的话，您和公公现在住着的那套房子还有我一半呢。要是您儿子拿不出600万，不如就将房子卖了，你俩商量商量，什么时候搬出去呗。婆婆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了。那房子我都住了7、8年了，住得好好的，我才不搬呢。成儿啊，你快给你媳妇说说，咱不离婚了，要不还是将小米认作干妹妹吧。孩子生下来我来带，一家人还是好好过日子要紧。这可真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。陈家人到现在还做梦呢，我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只盯着陈诚。你要么就当个孝子，让你父母继续住那儿，补给我600万就好；要么就果断一点，把房子卖了，我们各自分钱走人。还有这屋子的摆设也得不少钱吧？我就大方点，不跟你算了，我们好聚好散。陈诚一把撕碎了离婚协议书，钱，你就知道钱，你们江家的人全都掉钱眼里去了，我就偏偏不如你的愿，这个婚我不离了，耗也要耗死你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又是何必呢？刚刚不还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高尚样吗？我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对着弟弟们说：“帮姐姐一个忙呗。将这屋里的东西能砸的都给我砸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完事后，姐姐带你们去吃大餐，无论婆婆怎么呼天抢地，都阻止不了一群血气方刚的肌肉男儿。”周小米吓得躲在一旁抹眼泪，陈诚倒是有心阻拦，却被正上头的弟弟们拉住，就是一顿暴揍，还特别挑了肉多的地方下手。痛，但是不留痕迹。半个小时后，何洛打开门，我带着一帮弟弟们浩浩荡荡地走了出去，只留下灰头土脸的3人和1地的狼藉。从金科华府出来后，我带着闺蜜和弟弟们去吃大餐，边吃还边想着明天回公司，就算是绑，也要把陈诚给我绑到民政局去。他多顶着一天我老公的名头，我就多一天恶心。可第2天刚到公司，我就发现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。同事们聚在一起聊着什么，我走上去想打招呼，他们却在发现我的一瞬间一哄而散。我眼疾手快地抓住刚来的实习生，老实交代：“干什么了？”实习生垮着个脸，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。江总，我们就是看了个小视频而已呀。什么视频？拿来我看看。实习生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，打开了公司微信群。我看到备注为市场部陈诚的人，也就是我那即将成为前夫哥的老公，在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陆续在群里发布了好几条视频。点开第1条，里面赫然出现的就是金科华府那套被我砸了的房子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！江氏集团的江离，我的好儿媳妇，
带着一帮光膀子男人，二话不说就来砸了我家。我不过就说了他2句不生孩子，他就这样对我们做长辈的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哎呀呀！况且我又没乱说，10年了呀，一个孩子都没有。谁知道他是不是在外面和那些男人搞多了才生不出的呀？接下来的视频里，除了对我不停的谩骂，就是展示那套房子被砸得有多烂。在最后还附上了几张照片，就是我和质子弟弟们往外走的背影图。图上我侧着脸，对着满目的肱二头肌，笑得很是开心。可我分明记得那个时候，我是在问他们去吃火锅还是烧烤啊！我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地回了办公室，坐下就开始拨打陈诚的电话。可是奇了怪了，居然怎么也打不通，反倒是等来了闺蜜的电话。李李，你快上网看看，陈家现在发疯了，到处泼你脏水。我沉着脸打开了电脑，越看脸越黑，越看脸越黑。陈诚一家把在公司群里发的视频全部都发到了网上，另外还加了几张婆婆坐在地上对着满目疮痍抹眼泪的照片。另一边的周小米也不甘示弱，她戴上口罩，以一个被我资助过的女学生身份跳出来说我是一个伪善的控制狂，说她不过是爱上了一个男人，而我却坚决地阻止这场美好的恋爱。视频中她哭得梨花带雨，一声声地质问：为什么？难道就因为您资助了我，我就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了吗？一边是有钱有势的资本家，一本是靠自己努力在大城市里扎根的农村娃，群众都是偏向弱势的那一方。两相比较之下，心中的天平自然而然的就偏向了陈家和周小米。如此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要是放在古代，就应该拖出去进猪笼。她还有脸带奸夫上门来砸婆婆家，这样的女人哪里是什么好货哦？我看呐，她搞那些资助也是为了给自己脸上抹金吧，又不是人家亲妈，还管那么宽。我们应该一起站出来抵制僵势，抵制资本的力量。网上群情激愤，一时间把我祖宗8代都拉出来骂了个遍。原本以为今天就可以顺利解决离婚的事，两人好聚好散，现在看来，我和陈诚这段婚姻怕是不得善终了。我黑着脸离开公司，去了金科华府，却找不到周小米和陈诚。我又去了陈父陈母那套学区房，发现他们不但换了锁，还同样的没人在家，全都躲起来了是吗？你们到底在给我玩什么花样？闺蜜在网上发帖，试图解释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可不明所以的网友不但不买账，反而还叫嚣：你跟那个江离就是一丘之貉，你们这些有钱人的小姐，什么花的玩不出。我看呐，找野男人怕是也有你的一份吧。何洛气了个半死，嚷嚷着掘地3尺也要把陈家人找出来祭天，可他们家人就像是消失了一样，怎么都找不到。3天后，我正在家里，却突然接到了陈诚的电话，那头传来他虚弱的声音：我们见面谈谈吧。陈诚，我咬着牙大吼道：你这几天死哪去了？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嘿嘿。电话里传来一阵咳嗽声，我只不过是想拿回我应得的东西罢了。什么是你应得的？哪样是你应得的？这10年，我江家是缺你吃，还是少你穿了？你住别墅，开豪车，带你进这个圈子，你呢？是怎么回报我的？居然在外面养小三，养的还是我资助了7年的学生江离。一开始我也是想和你好好过的，可你生不出孩子，又不肯去做试管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我可不能让陈家在我这里绝了后，所以这就是你出轨的理由。我冷着声道。那边顿了一下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
但其实我都想好了，等小米把孩子生下来，就放到你名下。到时候我们对外就说是福利院领养的孩子，他从小跟着你长大，以后肯定把你当亲妈一样对待。至于小米，我会给他一笔钱，让他离开，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陈诚，你在哪里？我们当面谈吧。20分钟后，我的别墅大院，一辆银白色保时捷缓缓驶了进来。陈诚第一个推开车门，后面紧跟着的是陈母和陈父。但奇怪的是，陈家3人的身上、脸上都带了伤，甚至走路都一瘸一拐的。我半开玩笑地问道：“几天都找不到你们人，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”陈母恶狠狠地唾了一口：“你还好意思问？不是你找的人吗？儿啊，我就说肯定是他相好的，你问问他，看他承不承认。”这话可是说的莫名其妙，我哪来相好的？老太婆不是疯了吧？陈诚不自然地别过头，咳嗽2声。妈，你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今天是来谈正事的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努力忽略掉他脸上的那些青肿块，问：你妈和周小米在网上发那些视频，是你让他们做的？你明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，我很容易就能拿出证据推翻这些谎言，为什么还要泼我污水？陈诚笑了，一笑就扯动了嘴角的伤口，龇牙咧嘴的，半天才缓过来。他说：真的如何？假的又如何？重要吗？人们想听想看的不过是八卦而已。就像你那好闺蜜说出去真相，说你江离的老公在外面养了小三，大家的反应也不过是他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可要是说跟一帮男人不三不四的是你，不敬长辈的是你，婚后10年都无所出的还是你，这样的消息不比男人出个轨更让人津津乐道。你不真不忠不孝，试问这样的人怎么能带领好江氏？又有谁敢继续和你江氏做生意呢？就算我们离了婚，还有男人敢要你吗？我问。我江明伯的女儿，就算没了男人也一样可以过得好。洪亮的声音由远及近，随后出现在眼前的正是爸爸和他的秘书王叔。爸爸一脸铁青，裹着一身怒气就往里走，王叔紧跟其后。陈家人一看我爸来了，气势瞬间矮了下来。我连忙起身迎上去：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自己没看新闻，你被人诋毁成什么样了吗？这点小事都搞不定，滚一边去！让我来。好嘞。我屁颠屁颠地扶着爸爸坐下，然后站在了他身后。爸爸直接进入主题：陈诚，你说我们家黎黎不真不忠不孝，我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，你也清楚，反倒是你养小三，吃回扣，偷公司资源。我之前看在黎黎的份上睁只眼闭只眼，今天既然都摊开了，我倒要听听你是什么解释。陈诚一时慌了神：爸，别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好女婿，叫我董事长。董事长不是这样的。陈诚闭上眼，酝酿了一会儿，在睁开时已不复先前的慌乱，反倒一副豁出去的神情。我跟江离结婚10年，进公司也10年了，可你们一直把我捆在市场部，高层的决策从不让我参与。别人看我住别墅开豪车，可又有谁知道我口袋比脸还干净，每个月拿着和其他普通员工一样的工资，公司钱赚的再多我也没份。我找了你好多次，可你每次都以时机未到拒绝了我进入董事会的要求，我能怎么办？那就只有自寻出路了。你们不肯给我的，有的是人肯排着队的送给我。都说结婚要门当户对，以前我总是嗤之以鼻，觉得爱可以跨越一切鸿沟，
今天我才总算是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。陈诚偷拿公司资源的事，我今天还是头一回听说。上次叫侦探社查他，也只是查到了一些私人的东西，并没有涉及到公司业务这块。我说他从哪儿攒下的300万给周小米买房呢？原来是来自这里。说吧，你们陈家大费周章的在网上搞风搞雨，想要什么？爸爸开口了。爸，哦不，董事长，我本来只是想逼离离就范，不要再跟我提离婚的事儿，顺便再接收下小米肚子里的孩子。到时候我让我妈在网上发几条澄清的视频，说一切都是误会。现在误会解开了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陈诚，你做梦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同意？下一个。不等爸爸开口，我便否定了他的第一个提议。陈诚吞了口水，看了一眼他的父母，陈父陈母都一脸的跃跃欲试，暗示他快点说出来第二个提议。我有预感，陈家人会狮子大开口。果不其然，陈诚的第二个方案就是，他们家可以上网澄清所有的误会，也可以和我离婚，但条件是金科华府和那套学区房全部转到他陈诚的名下。另外，我们家再补贴他2000万，作为他过去10年的青春损失费。你妈的！我拎起桌子上的水瓶就想要冲过去，王叔眼疾手快，一把冲过来，死死地抱住了我。陈诚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还青春损失费？你那根不中用的迪奥也配值2000万？我呸你个圈圈叉叉！我一边口吐芬芳，一边死死地盯着他那张脸，恨不得一水瓶砸过去。大学的时候，我就是被这张脸迷惑住了，现在再看着同样的脸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江离呀江离，你真瞎！爸爸回头不赞许地看了我一眼，像什么话？老王，把他拖下去。就在王叔劝着我下去喝口茶歇歇气的时候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瞬间冷静了下来。陈诚，你不是要钱吗？好啊，那我就给你钱，不把你捧得越高，你又怎么能摔得更痛呢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坐下来开始了和陈家人的谈判。经过半个小时的讨价还价，我们达成了最终协议。除了那2套房外，我再额外给他1000万，当做陈诚自己生意的启动资金。但是陈家人必须立刻马上删除网上所有诋毁我的资料，并录视频澄清真相。而且陈诚以后不得再出现在海市。看在钱的份上，陈诚想也不想的就同意了。离开的时候，他故意经过我身边，小人得志般的：江离，我终于不用做你的附属品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大家认识我只会因为我是陈诚，而不是你江氏的女婿。我看着他鄙夷道：你当然不是我江氏的女婿，那1000万就当我花钱找了个牛郎吧，虽然是个技术很差的牛郎。你，陈诚指着我，乌青的脸气得泛白，不过转眼间就笑了。行，今儿个我心情好，你说什么都行。不过江离呀，夫妻一场，分别前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吧。他靠近我耳朵，轻声说：女人呐，还是要软下来，多学学怎么轰男人。你那个样子，整天泡在公司做项目谈合同，强势得很，哪有一点女人味？你们江家都已经那么有钱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安安心心待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做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呢？还是我们家米好，对我千依百顺，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从来不敢忤逆我。你呀，虽然比他有钱，比他出身好，可怎么对男人，你可差远了哦！哈哈哈！我扬起手就要一个耳光扇下去，陈诚眼疾手快的一把抓住。那我就祝你接下来的一辈子找不到男人，生不出孩子，孤独终老吧！哈哈哈哈！
接着转身就招呼陈父陈母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待他离开后，爸爸才开口：“你一开始不是还气得要拿水瓶砸他的头吗？怎么后来这么快就冷静下来了？”我默默地给爸爸换上一盏新茶，才回道：“陈诚现在始终还是我名义上的丈夫，只有离了婚，我才不会束手束脚。到时候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他。”爸爸点了点头：“你这回做得不错，事情早一天解决，就少一点对你、对江氏的影响。区1000万和2套房子算得了什么？一切能用钱搞定的问题都不叫问题，兵贵神速，关键就是一个快字。”得到爸爸表扬的我正想咧嘴大笑，却又听到他沉了声说：“黎黎，你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吗？”啊！我懵了，我何错之有？爸爸干脆指了出来：“你错就错在一开始就不该选陈诚。虽然我们家并不是嫌贫爱富的人，可古话说的门当户对必然有它的道理在。当时就给你说了，你偏不听，喜欢他那张脸，现在知道了吧？男人啊，浑身上下最没用的就是脸。1000万到账的第2天，我和陈诚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。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我无比的轻松。10年的青春喂了狗，但我却未能顺利逃离这个狗窝而感到庆幸。陈母又放出了一段视频，大意就是之前的一切都是误会，他儿子和媳妇之间是有一些夫妻的小矛盾，他作为婆婆本不应该掺和进来，却因为护子心切，一时昏了头脑，故意造谣抹黑儿媳妇。现在他知错了，后悔了，特意来公开道歉，希望这件事就此结果。他的这个道歉视频很是巧妙，轻描淡写地带了过去，只字不提他儿子犯的错。拿了钱还想要保留最后一份面子，可我却没那么容易就这样放过他们。我整理了过去7年资助周小米的所有证据，连同陈诚出轨和周小米共筑爱巢以及周小米怀孕的报告，全部放到了网上。末尾还附上了一句话：“你当然有自由恋爱的权利，可你恋爱的对象却是我的前夫。”这才是整件事情的真相。东西一放出来，网上又炸翻了天。好家伙，原来网上那些受助人变白眼狼的故事是真的呀！小说果然来源于生活。江小姐，我跟您道歉，当初我不该帮着那个小三来骂您，下回我再也不听风就是雨了。那个当小三的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这是以一己之力断送了无数贫困女生的求学之路啊！以后谁还敢资助他们？陈家人和周小米被骂得立刻打包行李，准备离开海市去隔壁的深城发展。然而我没料到，在离开之前，他居然还有勇气找上门来。看着站在面前努力挺起大肚子的周小米，我皱了皱眉：“你来干什么？陈家人不是要跑路了吗？他们不带你？”周小米笑了，抚着肚子得意地说：“您比我大10岁，我还是叫您姐姐吧。姐姐好歹资助了我一场，走之前我还是要特意来跟您说一声的。”“说什么？说一声谢谢啊！要不是因为您没法生孩子，我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和哥哥走到一起，我还得多谢谢您呢。”我暗暗地想，其实当初医生说的只是很难有孕，也并没有说一定不能生。怎么你们一个二个的全都直接给我判了死刑了呀？不过看着他那得意的神色，我终是叹了口气。周小米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找个二婚男，大学一毕业就给他怀孕生孩子，你自己的人生呢？你的大学就这样白读了吗？周小米嗤笑了一下：“我的人生好着呢，我不用挤公交去上班，不用每个月拿几千块的工资累死累活看老板脸色，
我肚里揣着陈家的第一个孩子，以后我们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而且我很快就要当老板娘了。我的人生啊，好得很，才刚刚开始呢。很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他周小米以后究竟会过上什么样的好日子吧。陈诚拿着那1000万离开了江氏，去了隔壁的申城发展，顺便还带走了一部分江氏的客户。他许以他们更优的价格、更好的产品，势必要将他的新事业发展壮大。有了这批客户，搞定了销售渠道，接下来就可以放手去开发产品线了。陈诚打算成立个酒厂，专门做天然无添加、各种口味的果酒，这非常迎合当下的消费市场。为此，他还专门找到一个据说是刚从国外回来、有自己专利产品的一个技术员，许给对方股份，让他加入。他将自己名下那2套房抵押给了银行，贷出了1000万，连同我刚给的1000万，陈诚就有了2000万的启动资金。到了申城后，他大手一挥，直接买下了本地一家快倒闭的食品厂，更名为陈酿，重新装修了办公室，招聘了新员工，还听那个技术员的话，花大价钱从国外买进了全套崭新的流水线和酿酒设备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等这一切搞定，差不多已经是2个月之后了。我派出去的人回来跟我说，周小米已经怀孕7个月，肚子大得像个球，行动已经明显的不方便了，却还是顶着老板娘的名头，每日坚持着去陈诚的厂子里坐镇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公司是他男人的一样。陈诚找来的那个技术员还真有点本事，很快就做出了第一批果酒。陈诚将它们卖给了从江氏挖来的客户，对方也很爽快，验收过产品质量后，很快就口头和陈诚敲定，让他以10倍的量给他们供货。他们要全网全平台主推陈酿的这款新产品，让全国人民都喝上一口好酒。据说陈母就差把周小米给供起来了，直夸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福星，还没出生就给家里带来这么多好运了。以后啊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我笑了，那就让他们再陶醉一会儿吧。现在的梦越美，等梦醒的时候才会越痛。陈诚被成功冲昏了头脑，连定金和合同都没和对方签，就应下了那个10倍的大单。可酒厂产能有限，怎么可能10倍的供货呢？况且这是天然食品，需要慢慢发酵，一次只能生产50公斤，资金不够，场地不够，设备不够，生产不出那么多怎么办？这时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让他花钱找人做出一份假的资产审计报告，凭着这份报告再去向银行贷款。有人敢说，就有人敢做。陈诚是豁出去了，一门心思的想要出人头地，想要做大做强。至于是不是合法合规的，他也不管了。就这样，他又从银行获得了3000万的贷款，钱一拿到手，就租下了酒厂旁边那块地。接下来又是买设备、找人员、扩大生产。然而陈诚还不知道，从找人做审计报告开始，他就已经半只脚踏进了自己亲手挖的坟墓里。因为第2批产品还没出来，就有人抢了先。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新酒厂推出了同款产品，但是产量更大，品种更丰富，价格也更低。一上市就以横扫千军的姿态占领了整个市场。之前跟陈诚口头下单那几个客户纷纷给他发去邮件，说不要他家的货了。一边是退单，另一边是厂里的机器和工人仍在3班倒地生产加工。陈诚急得起了满嘴水泡，
而这个时候，周小米肚里的孩子也出生了，是个女孩。据说陈母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，再也没回来过。好在周小米提前订好了月嫂，不然连喝口水都是问题。至于出院后，他们母女俩会在陈母手底下过什么样的日子，那就是后话了。因为此刻孩子的父亲陈诚已经自顾不暇了，没了从江市抢来的客户，陈诚只好到处去找其他的销售渠道，商超、集市、酒店、餐馆、直播平台。除了少量的被销出去了之外，大头终于还是砸在了手里。而很快，银行的第一次催债也到了。鉴于竞争对手太强大，陈酿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极低，快没有活路了。再加上为了补银行的窟窿，陈诚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申城的酒厂，里面那些买来还不到1年的机器设备就此换了主人，那可是价值5000万的资产啊！陈诚这个败家子以2000万就便宜甩卖了，而我正好是买家，我将酒厂的设备转手一买一卖，当初在陈家身上丢的那2000万就回来了，甚至还多赚了1000万。至此，陈诚这一回的创业梦终于破碎了。然而还没完，陈酿做假账、伪造审计报告、诈骗银行资产的事被人捅了出去，他不久就被带走调查，最后以合同诈骗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，立即执行。审判下来的那一天，距离我和他离婚也才1年零2个月而已。我看着面前恭恭敬敬向我汇报陈家最新情况的人，正是当初那个在酒桌上与陈诚把酒言欢，向他出主意做假报告的人。我心情大好，决定去拜访一下陈父陈母。陈诚入狱后，他父母还有周小米母女蜷缩在一套租来的公寓里。开门后见是我，陈母先是诧异了一小会儿，而后又满心欢喜地将我迎了进去，叫周小米出来给我泡茶。我这才看到周小米面容枯槁，颜色憔悴，和1年多之前那个珠圆玉润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女人大相径庭。她行色匆匆地低着头出来泡好茶，又回了卧室继续看小孩。陈母低声骂了一句没用的东西，却转头对我扬起笑脸，问我是不是听说陈诚的事了，想来帮帮他。我愕然，陈诚是犯了事而进去的，我能怎么帮他？陈母说：“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。你好歹也是和我们家成儿做了10年的夫妻呢，江氏家大业大，认识的人也多，你去找找关系，把他捞出来吧。还好他和周小米没结婚，到时候妈做主，让你们俩再复婚，你们小夫妻好好过日子，孩子生不了也没事儿，到时候孤儿院领养一个也行。”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陈母，纵是叫了她10年婆婆，也没想到她的脑洞会如此之大。监狱捞人，你丫美剧看多了吧？我笑了笑说：“阿姨说笑了，今天我来找你是有其他事的。”我打开包包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陈母手上，她不知所以地接过来打开，里面是一摞照片，刚看了几张就脸色大变。我说：“阿姨，你曾经说让周小米把孩子生下来就记到我名下，我无痛当妈多好，现在我也要恭喜你，你早就无痛当妈好几年了，还是个男孩呢。陈家现在可不止陈诚一个儿子，所以呀，陈家并没有绝后哦。”婆婆一把将那些照片扔到陈父脸上，捂着手就扑了过去。老不死的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居然还玩老树开花，看我不挠死你！一掌下去，陈父脸上就被抠出了5道血印，
两人接着就在狭窄的客厅里大打了起来。陈母干了一辈子农活，力气不比男人小，再加上又是盛怒，一时间居然打得不分伯仲。怪不得我老是说钱少了呢，原来是你偷去养外面的女人和也中了。你个老瘪三，怎么对得起我哦？陈母哭得呼天抢地。我看了一会儿，觉得目的达到了，就准备悄悄地退出来。当初在侦探社花的那50万真值，要不是他们，直到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还被陈父蒙在鼓里呢。看来这找小三生孩子也是陈家的家学渊源啊，就是不知道陈母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无痛当妈呢。临走前，我再一次看了眼周小米紧闭的卧室门，这就是他求来的好日子吗？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呢？何洛拉我去烧烤，说有惊喜。我想着吃了半个月的健身减脂餐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就同意了。地点是在城外的一处农家乐。何洛一下车就拉着我直奔一个烤架旁，说让我帮忙先烤着，他和另外几个朋友再去搬些食材来，然后一溜烟的就跑了。我目光锁定烤架上正滋滋冒油的羊肉，咽了口水。那个需要帮忙吗？好啊，你帮我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？那人转过身，递过来一串烤得喷香焦黄的羊肉串，而我伸出去接烤串的手却停在了半空，笑容也凝固在了脸上。这就是何洛说的惊喜吗？是惊吓吧？怎么不赏脸？男人把羊肉串往我这边再靠了靠。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去年吧，有段时间了。怎么，英国待不下去了？是啊，想念国内的美食，所以就回来了。哦，我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眼前这个男人叫沈然，他就是那个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高中毕业后又去了国外念书的发小。在我和陈诚结婚前夕，何洛还曾打趣，如果我实在想嫁人，干脆就把沈然招回来，让他娶了我算了。只是他回国居然都1年了，我怎么才知道？沈然只是笑笑，却并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。自那天后，我和沈然就恢复了联系。他经常找我出来吃饭喝酒，我一个人除了工作以外也没别的事做，所以每次都欣然前往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用商量的语气问我：江离，你看我俩都单着，要不凑一起过的了？我一口酒差点喷出来。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今天又不是愚人节。沈然一本正经的：我没有开玩笑啊，我想过了，你我都30好几，老大不小了，我家里催婚催得厉害，你爸妈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不如我们凑一对儿，两家都知根知底的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我此刻才意识到，他似乎在来真的。我放下酒杯，看着沈然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我很难怀孕这件事，你不知道吗？沈家怎么会接受一个离过婚还不能生的女人做儿媳呢？沈然灿烂一笑，拿出一个大信封放到我面前，看看吧。我狐疑地打开，却在看清里面的内容时瞬间惊掉了下巴。这是我在英国和国内的检查报告，我也不能生。那你沈伯伯他们知道吗？沈然从我手中抽出报告，小心地合上，摇摇头，他们还不知情，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，与其去祸害人家好姑娘，不如就跟你锁死算了，正好什么壶配什么盖，以后两家都没有催生的烦恼了。我听到这里，不禁心中一动。是啊，跟陈诚离婚之后，我不是没有想过干脆就此孤独一人度过余生，但如今突然冒出来个男人说跟我一样有不能生育的问题。这个男人还是我从小就认识、知根知底的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仔细打量起沈然，他个子很高，比起陈诚还高半个头，
肩膀很宽，一看就很好靠上去的样子。至于脸吗？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？其实他也还挺好看的。呸呸呸，想什么呢？你讲理。爸爸说了，男人浑身上下最没用的就是脸了。可是眼前这个人，有的好像不仅仅是脸呢。如果我真的跟他在一起，爸爸应该不会反对的吧？我和沈然的事儿很快就得到了双方家长的支持，两边一商量，直接就敲定了最近的吉日。可是我跟沈然都不想大办，于是留下一通语音留言，就飞去了澳洲，打算从那里开始，开启我们全球旅行结婚的第一站。我们去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潜水，在斐济的丛林里交换了誓言，在巴黎的塞纳河畔喝咖啡，去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品尝美味的葡萄酒，还去了希腊的圣托里尼欣赏壮观的日落。当然，成年人的世界嘛，少不了的就是不可描述的羞羞。更何况我们正在旅行结婚夜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为爱鼓掌也可以如此美好。沈然她简直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这不由得让我进一步反思，之前到底是中了什么蛊，居然能忍一根豆芽菜10年。回想那10年，很难有孕这4个字就像一座大山一样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所以我才拼命的工作来麻痹自己。可是现在，这同样的4个字简直就是最好的催情毒药。我和沈然2个不孕不育的，还要什么安全措施？多余。1个月后，我俩在双方老父亲的轮番电话轰炸下，不得不结束了假期，双双回国接手家里的生意。这天，我心血来潮去沈然公司找他吃饭，却在他办公室的桌面上发现了一份果香庄园的文件。我拿起来翻了几页，脸色大变。果香庄园是沈氏旗下的。我盯着沈然，不是，那是我自己的。果香庄园就是那个打败了陈酿，在关键时期推出多款产品，抢占了整个果酒市场的新品牌。那个技术员，我的人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了，你是故意的。不光是我，也多亏了你找的那些人配合下套，不然也不会这么顺利。我侧过头盯着沈然好久，才缓缓道：我说怎么搞垮姓陈的那么容易呢？本来还以为是我英明神武，布局有方，原来合着是您在旁边打辅助啊。沈然嘿嘿一笑，拉过我的手：老婆大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吗？不过我倒是还要感谢他呢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姓陈的一家在网上泼你脏水的时候，我才听何洛说起你要离婚了。我连夜赶回国，找到他们一家3口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离离，我有一个秘密，一直没跟你说。沈然将我拥入怀中，娓娓道出了那个埋在心中长达10余年的秘密。所以，你早就喜欢我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明知我要结婚了，为什么不回来抢婚？万一我跟姓陈的一直没有离婚，你怎么办？万一……我还没说完，沈然就低头吻住了我。他的吻深情又霸道，热烈又绵长，直到我气息短促，几乎无法呼吸，才将我松开。老婆，不如我们试试办公室。哦，我一把推开他，趴到桌子边就干呕起来，一连呕了10几下，却什么也没有吐出来。沈然连忙给我递水，替我拍背。你怎么了？这么难受？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吧。2个小时后，医院里，我看着诊断报告，揉了揉眼睛，又看了看，最后还是直接问医生：医生，这不会是拿错报告了吧？对面是个50多岁的女医生，听到我说拿错报告，脸一下就垮了下来。什么拿错报告？我们这是3甲医院，不是莆田系，拿错报告这种事还从来没发生过。
你什么问题呀？说着就扯过了我手中的报告。诺，江离，35岁，这是你吧？宫腔内可见妊娠囊回声，宫内早孕约 7W+2D。这么大个人了，你怀没怀孕自己不知道啊？还怪我们拿错报告。沈然拉着我连声跟医生道歉，说我是头回当妈，太激动了，不懂得表达。女医生脸色这才缓和下来，叮嘱了我一些孕早期的注意事项，就放我们走了。一出医生办公室，我就扯着沈然衣服，我可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啊。7周前咱俩还在结婚旅行呢，每天都在一块儿，我没找别人，你信我？沈然把我的手揣进兜里，连声说着信，我信，孩子就是我的，我要当爸爸了。可是你得不孕不育。我停下来看着他，我说了，你别生气啊，我那个报告是假的，是为了骗你跟我在一起，故意找人做的一份。老婆大人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我就好了。你走慢点，当心孩子。年轻时能遇到爱情是一种幸运，但如果所遇非良人，有胆量止损并及时离开错误的人，则更需要一些勇气。真正的爱情之花不受时间、年龄限制，任何时刻都可以灿烂的绽放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